淮海战役的日日夜夜，共军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开封，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沂蒙山区的胜利和济南的占领，缴获了大量的优良武器，整编了国民党众多的有战争技术的兵士，只需短期政治训练，倒转枪口，就成了解放军的战士了。东北、华北、西北共军的胜利已成定局，我军已丧失反击能力，共军毫无后顾之忧。现在要集中兵力闯南京的大门，徐州。淮海大战前夕，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国共双方调兵遣将，向津浦陇海铁路的交叉点徐州逼近。我们13兵团早已调归徐州剿总建制，沿津浦线北上，在固镇、古邳、淮阴一带巡逻，经过关公被围的土城、霸王自刎的乌江、于积木、霸王山、张良劲旅处，这些历史遗迹都富有兴衰成败的深刻意义。但在战云密布的今天，谁有心去触景生情，怀古思今呢？随后我军奉令调徐州附近布防。11月初，我兵团奉命设防不劳河。13日又奉命从陇海线以北，邱清泉兵团从陇海线以南并肩向东攻击，以解黄百韬兵团之围。战打得异常激烈，每战一村都要付出惨重代价。白天我们攻占的村庄，晚上他们不顾伤亡，前赴后继，不断增援的人海战术又被夺回，我们的攻击受挫。我兵团又接到命令，担任保卫徐州任务，由邱清泉兵团与孙元良兵团担任攻击，都无进展。11月底，徐州剿总为了避免共军包围，做出放弃徐州决定，部队向西南转移。30日晚开始后撤，我兵团在苑山掩护后撤的剿总所属单位。12月1日全部撤出徐州。徐州这个剿总所在地，政府机关单位、学校、剿总直属部队，3个兵团的留守人员、家属、物资，上万辆的汽车、坦克，满载箱及行李家具的大车，还有很多随军外逃的民众，混成一片，分不清部队、学生、家属、民众、机关。在公路和公路两侧庄稼地，争先恐后地向前蠕动，后面枪声、爆炸声不绝于耳。回头看徐州，已是大火连天，照得半天都是通红的。大家都怀疑是烧毁军用仓库、爆炸铁路桥梁，如此的大火和爆炸声，都认为会引起共军的快速追击，人心更加惶恐。前面走不动，后面挤上来，挤得时而向左，时而向右，谁也无法阻止人流，维持前进秩序。像海潮，像恶浪，倒下去再也起不来，紧张、恐惧、焦急，混乱紧系着每一个逃亡者的心，使部队受到无法排除的阻挡，难以顺利的前进。我们兵团到了青龙脊以西，奉命做侧面攻击，掩护邱清泉兵团向南进攻，目的是突围到阜阳，再回头向北攻。我随着师长在土山上看我军的攻击，坦克开上去，步兵跟着坦克冲上去。坦克因超越不了宽阔的战壕，只能掩护步兵跳入战壕战斗，抓了些共军战士。共军大部队增援，我步兵退出战壕，随着坦克车往回跑，没攻出去。邱清泉往南攻，也屡攻不克，无法突围。共军的炮不断地往包围圈里打，我军的炮也予以回击，有时炮声比机枪声还密。1948年12月20日，共军的榴弹炮弹密集地落在我师部，
我指挥部和直属部队迅速进入战壕工事。撤离时，一颗榴弹炮弹落在我的附近，弹片炸入我的左腿，流血不止，随即昏迷。救护人员将我扛入战壕，以止血带紧扎止血，抬到一个隐蔽部救治。2小时后，我才苏醒过来。我发现嘴里有异物，怀疑牙齿已被打掉，用手摸出又不像牙齿。张医馆告诉我，是他看见我昏迷，放了一小截人参在我的嘴里，并说炸我的那颗炮弹共伤达20多人，有一个脑袋也炸跑了。从此我日夜都躺在隐蔽部的担架上，因弹片锐利，动弹不得。解一次大便，痛入心肝，一痛持续2-3个小时，战地又没条件手术，有时痛得简直不想活下去。有一次，一架飞机降落距我的隐蔽部部很远，副官见我这样剧烈的疼痛，是难以继续的拖下去。他和我的勤务兵抬着我去上飞机，一出掩蔽部，炮弹又打起来了。他们很快扛着担架进入战壕，霎时见那被炸中的人血肉横飞，衣服破片也飞挂到树丫上了。人多地小，每落一弹都要炸伤炸死不少人。炮声停后，又抬向飞机附近，将我放在地上。副官去联系，警卫不让通过，飞机已起飞了。但我空军正在空投粮食弹药，各种颜色的降落伞挂着粮弹向地下落，阳光照得五彩缤纷，一包大米朝我的头上落下来，我无法动弹，砰的一声，擦耳而落，再进1-2分，急致命。抢米的兵士不顾生死，抢着抬走了。副官回来，只得将我抬回原隐蔽部，一动就疼几个小时，实在受不了。我要求市卫生大队给我做手术，医官认为动脉瘤是大手术，战地无法做，有生命危险。住在隐蔽部，只能平卧，不能稍动，不能坐立，吃的又非常短缺，每天只有2两米，又无其他副食，有时能分到空投的每只小罐头，里面装有几片饼干、几块咖啡糖和4支香烟等。官兵的饥饿无法解决，军用马也宰光了。做梦也不会想到，副官领来了一个汽车司机，他愿意以面粉来换我的香烟。经过协商，4包炮台烟换了1袋面粉，就这样度过了饥饿关。同学同事们关心我的伤情，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也专来看我，谈谈战况。有个湖南同乡看了我后出隐蔽部，一颗冷弹击中，倒下就没再站起来了。我听了心里很难受，他如不来看我，可能不至于死。副官在外听到消息，就会来告诉我，知道黄百韬兵团于11月22日在碾庄全军覆没，黄自尽。孙元良兵团脱离指挥，独自突围，于12月5日全部被共军吃掉，孙独各脱逃。固守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共军围攻时，师长廖运周率部投共，放开缺口，于12月15日全军覆没，黄被俘。都是以绝对优势兵力，以阻击支援，各个击灭的战术，置我军于死地的。现在只剩下邱清泉和李弥兵团剿总的直属部队，孤立在陈官集和青龙集不到30平方公里的开阔地，拥挤着30多万人，周围都是共军，1万多门炮向里面轰击，炮声多于枪声。黄百韬、孙云良、黄维3个兵团覆灭后，枪炮声倒很少了。估计共军的人海战术伤亡惨重，部队在整补。
我们只有静等着共军整补好了再挨打。上级没有命令，谁敢动？当上了国家的高官，住在富丽堂皇的宫邸，吃着山珍海味的宴席，很容易沉迷于享受而忘却部署的苦难。30多万人每天要多少粮食？打仗要先动粮草后动兵，这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都能算出。为什么统帅部军事家一大堆，却不知道呢？一刻叫突围，一刻叫固守。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官兵每天吃2两大米的饭，能发出多少热量？怎么去作战？怎么去站岗？部队4、5千匹战马，老百姓的驴骡鸡犬猫兔，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酒房抛弃的糟粕也弄来充饥，吃了大便阻塞，喊娘喊爹。空投的粮食，一个大饼，一袋粮食。士兵们为了要果腹，为了不饿死，互相争夺，互相残杀。死的人谁去统计？学过战史的人都知道，第1次世界大战，德奥为同盟国，美日意法等25个国家为协约国。在大战初期，同盟国穷兵黩武，攻城略地，颇有势头。后来粮食供应不上，士气大减。德国政府要科学家们从泥土木屑里提取可吃的东西，掺和面食里充饥，可是不过关。协约国的飞机向同盟盟军投的不是炸弹，而是纸弹。纸弹里印的不是宣传政治，而是菜单，说只要同盟军觉醒过来，投向协约国的将以菜单上的菜来款待。德奥军一见菜单垂涎3尺，结果同盟国败了，定下了凡尔赛合约，德国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一切权利，归还法国。第2次世界大战，德军已打到莫斯科外围，兵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无法在冰天雪地的前线作战。苏联趁机反攻，美英法联军直攻德国本土。结果美军后来占领了西德的柏林，苏联占领了东德，纳粹领袖希特勒在柏林地下掩体中自杀。这种惨痛的国际战史的教训，统帅部为什么不吸取？共军却学会了政治攻势。前沿阵地，国共两军距离很近，能互相对话。共军哨兵叫我军哨兵过去吃饭，吃了饭仍允许回来站岗，一传十，十传百，士兵们都知道，放哨就可以过去吃一顿饱饭。因而我军士兵与共军士兵之间已消除了敌意，这种粮弹比炮弹厉害多了。师军谢主任来看我，送给我3斤冰糖。在饥寒交迫、营养缺乏的包围圈，是难能可贵的礼物。他告诉我，你流血太多，人参加冰糖吃了很补，我自己也做了，吃了精神爽快。我就叫勤务兵如法炮制，喝了之后心跳加快，伤口直喷鲜血。师卫生大队长说完了，但负伤时抢救我的那位张医官沉着而迅速地用止血带在伤口上方紧扎，拉到军部军医处输液抢救。12个小时后我才苏醒，发现自己躺在露天的土墙内输液。张医官告诉我，这是我们军部的军医处，复苏后仍抬回掩蔽部。第9军副军长李进轩带着卫士，携带一个很大的大饼，亲自来慰问我。在这极端艰难的困境里，上级将领这样关心我，我几乎要流出热泪。他告诉我，他已接奖总统命令，升任64军军长，正在组编军部人员，委任我任军资重兵营上校营长。军长微笑说，这是小团长，以后好以原级调升大团长，要安心养好伤。我欢喜得想发狂，
恨不得马上做手术取出弹片，真极煞人。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并不全是从一不二，是为知己者死。济南王耀武部属吴化文背叛投共，加速了济南的溃败。部队改编后即参加淮海战役打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廖运周师长率部投共，加速了黄维兵团的覆灭。桂系李宗仁、白遂喜与南京政府早就有隔阂。1948年，李宗仁任蒋总统的北平行馆主任，与武汉行辕主任陈乾竞选副总统。蒋劝成顾全大局，暗示陈乾让李宗仁任副总统。因桂系上保有军事实力，蒋总用心良苦。4月，李宗仁任副总统。1949年1月，蒋被迫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献共军几逼近京城，白崇禧仍不服调遣，保存实力，留作尔后争夺政治资本。其他边远地区如西藏、新疆等，名存实劣，各行其事。最使人痛心的，半壁江山也保不住的今天，仍丧心病狂地争夺政权，到底为了什么要导演这样的悲剧呢？1949年1月7日晚，李敬轩军长派魏世通知我半夜突围，我考虑几次突围都没成功。现黄百韬、孙元良、黄维3个兵团相继覆灭，共军更可集中兵力加强围身。坦克装甲车无法超越宽阔的深沟，外围又无支援接应部队，突围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谁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和武器拱手交给敌人，让敌人来处理自己。只有一条路，跟着部队突围。半夜，前线的枪炮声特别激烈，但部队前进不了，直到拂晓，枪炮声仍激烈不断。有些炮声似乎近了，但有些枪声又似乎更远了，可能打成了几个包围圈。由于部队的混乱，移动快速，我的担架跟不上了，共军却逼上跟前。我们不知朝哪儿走，共军围将上来，跟着我的是汽车队，车上装满了伤亡人员的枪炮，还有政工队等非武装人员。共军没向我们开枪，我躺在担架上的军用被子里，右手紧握着手枪。如果侮辱我，枪杀我，我也只有。你是什么官？师部副官主任，负了重伤。这个共军干部不放心，又向我的汽车队、政工队问，都异口同声说是师部的中校副官主任。他态度很和气，问要不要担架来抬。副官回答：我们可以抬。副官和护兵抬着我和汽车队，政工队一到，进入解放军的阵地。我担架后端突然丢落地下，副官的头部为冷弹所伤，换了人抬着我，在一块广阔的平地上听候发落。我迷茫，我沉痛，我无法知道我的忠厚朴实的张副官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全部内容。战争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但那些在饥饿、寒冷和恐惧中活过来的人，心里的记忆并不会消失。我记录这些，并不是为了评判谁对谁错，只是希望留下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实片段。如果你愿意继续听下去，欢迎订阅这个频道。下一集我们再慢慢讲。